宇宙中有数万亿颗行星，但即便使用我们最强大的望远镜，我们也从未在外面发现哪怕一丝生命的痕迹，也没有任何外星文明发现过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先进，无法引起注意，或者我们寻找的方向根本就是错的，所以是时候升级了，制造一些星际噪音，建造一些巨型建筑和超级望远镜，去探寻我们到底是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今天我将加速地球的演化，成为卡尔达肖夫指数上的星际3级文明。当然，前提是我们没有先把自己弄灭绝。要成为3级文明，我们首先需要达到1级状态。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提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标准，用能量来衡量文明等级。你的文明能调动多少能量，你就是什么段位。跟打游戏一样，经验值到了就升级，经验值不够就是菜鸟。卡尔达肖夫把文明分成3级。1级文明能掌控母星的所有能源，大约是4×10的16次方瓦特。2级文明能掌控整颗恒星的能量，大约是4×10的26次方瓦特。3级文明能掌控整个星系的能量，大约是4×10的36次方瓦特。这几个数字太抽象了，我来给你翻译翻译。1级文明的能量需求大约是4亿亿瓦特，目前人类全球总功率大约是15万亿瓦特，差了将近3000倍。太阳每秒钟释放的能量是3.8×10的26次方瓦特，这个数字大到你脑子里没有对应的画面。换个说法，太阳1秒钟释放的能量够全人类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用大约2700万年。没错，1秒钟2700万年。而银河系里有1000多亿颗恒星，3级文明要把这些能量全部收入囊中。1973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给这套等级算了个公式， K 等于以10为底功率的对数减6再除以10，把人类当前的能源消耗带入进去，算出来大约是0.73。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连1级文明都没到，只到了73%。打个比方，如果1级文明是小学毕业，人类现在还在幼儿园大班，正准备上小学，这个0.73，说实话挺扎心的。我们自诩为地球的主宰，能上天，能入海，能分裂原子，能编辑基因，但在宇宙文明的标尺面前，我们就是个刚学会生活的原始人。有意思的是，从0.73到1.0，听着只差0.27，但这0.27可能比从0到0.73还要难走，因为这不仅仅是多烧几吨煤的问题，这意味着人类必须彻底改变获取能源的方式。化石燃料那是原始人烧木头的高级版本，真正的跨越需要可控核聚变。说到核聚变，2025年中国的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已经实现了上亿度高温下持续运行超过1000秒的记录。美国的螺旋厂实验也在突破能量净增益的门槛，但别急着高兴，从实验室点火到商用发电，中间还有至少20-30年的工程化距离。1级文明不仅要搞定核聚变，还要把全球天气精准调控，台风要能减弱，地震要能预警到分钟级，海平面要能管理。更重要的是，1级文明不能还有内耗。你想想，一个连自己星球上都还在打仗的文明，
好意思说自己是星际文明吗？从0.73到1.0，考的不是技术，是文明本身的成熟度。从1级到2级的跨越更是离谱。你要把太阳的能量全部收集起来，怎么收？这就引出了宇宙中最疯狂的超级工程——戴森结构。说起戴森结构，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戴森球，一个把太阳整个包起来的大球壳。但说真的，这个想法在工程上根本不靠谱。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本人1960年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说了，他设想的不是一个实心球壳，而是由大量独立卫星组成的松散集群，后人管这叫戴森云。戴森在信中明确说过，一个围绕恒星的球壳从物理上来说不可行。为什么？因为球壳没有自稳定机制，稍微受到一点扰动就会撞向恒星，跟把一个乒乓球放在风扇正上方一样，看着稳，其实随时会掉。戴森云就不一样了，它是成千上万个独立的太阳能收集卫星，各自在轨道上运行，互不干扰，坏了就换，多了就加，这才是工程上能落地的方案。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说什么戴森球，你可以纠正他，戴森本尊说的不是球，是云。站对的话我已经站了，戴森云才是正道。戴森球是科幻小说的浪漫，但别高兴太早。2026年，尾部望远镜对2颗被认为是戴森球头号候选体的红矮星进行了高分辨率观测，结果发现，那所谓红外异常根本不是恒星身上的，而是来自恒星背后遥远的星系。一个红移 0.9 的热尘埃星系，一个红移 0.4 的星爆星系，跟候选恒星1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就像你以为看到对面楼里有人朝你挥手，仔细一看是窗帘在飘。更扎心的是德国科学家的最新计算，他们发现，就算你只建造一个收集太阳4%能量的戴森群，地球温度都会上升3度。3度听起来不多，这相当于当前全球变暖速度的3倍。如果收集10%的太阳能，地球温度直接突破200度。这个热力学悖论很简单，你收集的能量最终都会变成废热辐射出去，就像给太阳戴了顶遮阳帽，帽子本身变成了电热毯。所以戴森云不是你想建就能建的，你得先把地球的散热问题解决了，或者干脆把工业设施搬到太空中去，让废热辐射在地球之外的空域。这又回到了那个话题，成为2级文明之前，你至少得先成为1级文明，把行星的事情搞明白。除了戴森云，还有一种更疯狂的工程，叫恒星引擎。简单说，就是给太阳装个推进器，让整个太阳系在宇宙中航行。苏联科学家列昂尼德·史卡多夫1987年提出了一种恒星引擎，叫史卡多夫推进器。原理简单到离谱，在太阳一侧放一面巨大的弧形镜子，反射太阳辐射的光子，光子携带动量反射回去，就给太阳一个推力，太阳就慢慢往反方向移动。这跟你在太空里打开手电筒，身体会慢慢后退是一个道理。史卡多夫推进器的优点是简单，缺点是慢。全力以赴的话，大约2.3亿年，能推动太阳系前进100光年。2019年，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修·卡普兰提出了一个更暴力的版本，叫卡普兰推进器。
他在太阳附近用电磁场收集太阳风中的氢和氦当燃料，通过核聚变产生推力，优点是快得多。100万年能移动50光年，100万年听着很长，跟史卡多夫比快了200倍，而且50光年已经足够逃离附近恒星的超新星爆发范围了。我第一次看到卡普兰推进器的时候愣了半天，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格局。推动一颗行星，那是流浪地球的级别；推动整个太阳系，这是把太阳当成宇宙飞船的引擎。2级文明的工程尺度已经不是人类能想象的了，就像蚂蚁想象不了三峡大坝一样。说到太空资源，有一样东西你肯定感兴趣：灵神星，一颗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小行星带的金属小行星，直径大约200公里，主要由铁、镍和贵金属组成。它的估值写出来是10的19次方美元，1后面19个零，全球80亿人平分，每人能分到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航天局2023年10月已经发射了灵神星探测器，预计2029年抵达。当然，人家说的是科学考察，不是去采矿，但你懂得，无利不起早。灵神星只是小行星带的一颗，整个小行星带的矿产资源，如果全部开采，价值远超灵神星。2级文明的财富概念跟我们完全不同。地球上的黄金白银，在他们眼里就是路边石头。为了适应太空环境，人类自身也得变。长期在微重力环境下，骨骼密度每个月下降1%到2%，辐射剂量是地球表面的上百倍，肌肉萎缩，视力下降。你要去火星住10年，回来可能骨质疏松到站不起来。所以基因改造和机械融合是绕不开的路。赛博格化，半人半机械，听着像科幻电影，但对2级文明来说，这就是日常。你得把骨骼换成更结实的材料，把免疫系统改造成能抵抗宇宙射线的版本，甚至把部分器官换成机械替身。这不是疯狂的想象。2024年已经有研究人员在试验用基因编辑技术增强人类细胞对辐射的抵抗力。当然，这涉及巨大的伦理争议，谁来改，改多少，改完还是不是人，这些问题比技术本身难回答得多。从2级到3级的跨越，还需要一个质的飞跃。2级文明掌控1颗恒星，3级文明掌控1000多亿颗，怎么管？你不可能派人对每颗恒星逐个操作，只能依赖冯诺依曼探测器自动扩散。但这意味着你要把文明的命运交给一群自我复制的机器，他们会不会叛变？会不会进化出与初衷相悖的目标？这就是3级文明面临的核心矛盾。3级文明的扩张工具是冯诺依曼探测器，这个名字听着高大上，原理很简单，一种能自我复制的太空机器人。它飞到一颗小行星上，用当地矿物建造自己的复制品，然后2个变4个，4个变8个，指数增长。数学上算下来，哪怕只以光速10%的速度飞行，50万年就能覆盖整个银河系。50万年跟银河系100多亿年的历史比，连零头都算不上。马斯克说过，他认为某种意义上的冯诺依曼探测器很快就会出现。不管你对马斯克怎么看，这个判断的方向大概率是对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造，
而是造出来之后怎么控制。英国科学家邓肯·福根用捕食者猎物模型模拟过冯诺依曼探测器的演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复制过程中可能产生编码错误，类似于基因突变。某些探测器可能进化成捕食者，靠猎杀其他探测器来维持自身运转。机器人的自相残杀会限制总数，但不会完全消除扩散。有意思的是，格鲁吉亚天体物理学家扎扎奥斯马诺夫提出了一个更精巧的版本：纳米级冯诺依曼探测器只有1纳米长，靠星际尘埃中的氢原子驱动。这种微型探测器复制速度更快，几年就能完成一轮，而且因为太小，几乎不可能被发现。中国天眼，也就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目前是地球上唯一有希望在1.6万光年范围内探测到冯诺依曼探测器群的设备。说真的，在这个领域，中国人的望远镜就是全人类的眼睛，但到目前为止，天眼也什么都没听到。换句话说，如果银河系中曾经有文明释放过冯诺依曼探测器，我们至少应该看到某种辐射痕迹，但什么都没有。这又回到了费米悖论：如果冯诺依曼探测器这么有效，为什么银河系还是这么安静？要么没有文明走到这一步，要么走到这一步的文明都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释放探测器。我个人倾向于前者。大过滤器可能在2级到3级之间，还有一道。超越3级文明之后，就进入了纯理论猜测的领域了。有人提出了4级到7级的假想文明。4级文明能掌控整个可观测宇宙的能量，5级文明能操控多重宇宙，6级文明能创造新的宇宙，7级文明基本上就是神了，全知全能，超越时间和空间。说实话，这些等级的科学依据比前面的3级要弱得多，基本就是哲学猜测加数学推演。但有一点值得说，如果文明真的能无限发展下去，终局形态可能不是肉体，也不是机械，而是纯能量。抛弃物质身体，把意识上传到能量场中，以光速移动，以恒星为食，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存在。这个画面够宏大吧，但也够空洞的。因为到了那一步，个体意识还存在不存在，是个巨大的问号。我个人反对蜂群思维，保留个体意识是文明存在的底线。如果成为7级文明的代价是失去自我，那这个文明还有意义吗？说真的，写到这儿我反而平静了。人类现在站在0.73级的起点上，前面是至少3道大过滤器的鬼门关，后面是100多亿年的宇宙寂静。我们的未来，要么是星辰大海，要么是宇宙墓碑上的一行小字。但我选择乐观，不是因为证据支持乐观，而是因为悲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未来10几年，人类对待人工智能和能源转型的态度会产生蝴蝶效应。核聚变如果突破，我们就能迈过能源瓶颈；人工智能如果对齐成功，我们就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技术加速。这2个如果，只要实现一个，人类就有机会从0.73走向1.0。只要走到1.0，后面的路虽然难，但至少有了走的基础。宇宙为什么这么安静？也许是因为能走到这一步的文明确实太少了。也许我们就是那个幸运的异类。也许宇宙的寂静
不是坟墓的沉默，而是舞台开幕前的安静，等待第一个有勇气走上台的演员。人类能成为宇宙中最强大的文明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试试，就永远不知道答案。